我们因为有一些小伙伴应该是没有办法来实时参加的，所以我们每一次会做这个 recording，然后之后会这个分享到群里。然后的话，我看到 chat 里有人问说，Will you send us the lecture slides？对，其实没有太多 lecture slide，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是希望大家参与到我们学习小组的小伙伴都能够积极的来报名这个领读人。我可以说一下，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就简单聊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形式和我们的这个举办的一些初衷啊。因为现在这个 AI 的学习是非常火爆的嘛，然后 AI 真的是今年开始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很多的学校呀、公司啊，其实都在积极的想要去使用应用这个 AI agent 的概念来去解决他们的实际的问题。当然，这个因为它是非常新的，所以说很多的这个application 它还是没有做的非常的好。我们希望能够举办这样一个学习小组的活动，就是主要目标是那种我们不是面向那种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 AI 的 experience，或者已经有很丰富的这个 MLE 的 experience 的这种朋友们来。当然，如果他们希望来去重新学习一下这个比较基础的东西的话，也是非常欢迎的。我们的目标的受众可能更多是，就想要学习一些更多的这个 AI 的知识，想要更多的去上手去实践，去做一点这个 AI 有关的 application，并且去实际的体验一下这个 AI agent 它到底能做什么，它的 underline 是怎么样 work 的一些小伙伴。我们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编程基础的。因为我们在这个 Hugging Face 的课程，其实它是理论加实践的结合的这样一个课程。我们就选用的是这个现成的一个课，是这个 Hugging Face 旗下的一个叫 Agent Courses。然后这个课程它是比较成体系的，一共是有，我们是计划分成6个课时来完成这个课程内容。就是参考了它这个 recommended pace。我们这一次的话，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 Unit Zero，就是一个 Introduction to this course，和 Unit One Introduction to Agents。就是这一节课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理论学习，但也有一些这个实践动手的环节。但是从下一节课开始，2.1、2.2和2.3的话，就是来学习3个具体的这个 agent 的 framework，是有非常多的这种上手的实践的这个环节的。所以如果大家希望去继续的进行学习的话，我是非常建议大家要每一周提前留出一些时间来进行学习的。因为我们这里有看他说，each chapter in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be completed in 1 week，然后它的大概的时间是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刚才我们的这个 chat 里面有朋友说，这个 share feedback 说是我们1个小时的这个 Zoom 自习时间不够，确实是不够。因为每一次，甚至包括第一节课，它这个理论学习的话，我自己也是花了大概3个小时，三个小时还多的时间去把整个都过下来。就是过了一遍，并且梳理一下它这个里面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这个周日上午开始分享之前的1个小时，更多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这种 optional 的，可以，如果实在是找不出其他时间的话，我们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有1个小时大家比较 dedicated 的时间去来进行学习。我们还是强烈建议大家，提前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比如说每天能抽出半个小时、1个小时去过一下我们这个学习资料，这样的学习起来的话，效果是会更好的。当然，如果要是你确实没有时间，就是想要去提纲挈领的学习一下这个内容的话，我们也是欢迎的。就是你可以在我们活动分享的当天的开始，比如9点钟你就进入来，我们1个小时时间，你快速的把这个内容过一下，肯定确实没有办法保证你就把全部的内容能过掉。然后我们10点钟开始的话，是预计是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是每一次的领读人来进行一个分享。我这里也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形式。我们的活动形式就是从9点到10点，我们有个 Zoom 的自习是 optional 的。然后从10点钟开始的话，我们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领读人的分享。领读人分享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一个重点内容。我们对领读人的要求并不是非常的高。
只要你能够保证在你分享之前提前学习完了当周的这个内容，并且能够带着大家在半个小时时间比较快速的过一下这个内容就可以。Optional 的，你可以去准备一些 slides 啊，或者是一些 notes 啊，或者你就跟着学习材料一起走，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个领读人的这个环节，因为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所以是选择了我们志愿者。我是 TCC 这边的志愿者，我来带着大家一起来读一下第一章的这个内容。后面的话，我们其实是一共还有7次后续的课程，其中有2次这个是 AI Seminar，我们这更多的是这种我们去邀请到行业的大咖来给大家进行分享的一个环节。这2次是没有这个领读人的，呃，就是我们会邀请嘉宾来进行分享。但其他的除了这次以外的5次课的话，还是非常欢迎大家来积极报名这个领读人。我看到下一次的这个11月9号的，已经有小伙伴报名了，然后11月16号也已经有人报名了。我们这里还设置了一个 backup，就是说，假如说报名的这个领读人他当时临时有这个突发情况来不了的话，我们希望有一个 backup 可以来做这个后备的这个领读人。当然，如果我们有2个 primary 领读人和 backup 领读人都能够来参加的话，我们是可以在这个 primary 领读人分享完之后，backup 领读人再去讲一讲他自己的一些额外的，如果有一些感受。所以这里也是号召大家去积极的进行这个领读人的报名。呃，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 engineering 背景，然后我没有太多过往的这个 AI 的经验。我自己是2020年开始全职的工作，在 Apple 做这个 backend 的 software engineer，做了5年多。今年的话，我是去换了一份工作，现在是在 Databricks，是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还没有上市的一个做 data plus AI 的一个算是独角兽公司吧。但是我们部门不是这个 AI directly related，我自己呢是对 AI 这一块儿内容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一直是没有能够抽出这种 dedicated 的时间来进行学习，所以这一次我也是借着这个报名当这个第一次领读人的机会去学习了一下我们这个 Hugging Face 的课程。然后我自己的感受是，Deadline 确实是第一生产力，就是我们今天10点钟我就要进行分享了，所以说，我本来计划这一周前面开始学习，但是实在是没有抽出时间，所以昨天晚上才开始学习，一共花了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到今天早上差不多把这个内容完全的这个complete 了这个学习，所以说就是如果你呃只是来听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些收获的。但是这个收获的话，呃，绝对是没有说，如果你想要进行报名我们的领读人和大家一起分享，是把这个内化的过程转化成一个外化的这个过程，能够让你收获的更多。然后我们想要举办这个活动的初衷，也是希望有更多对 AI 感兴趣，但是一直没有太多时间，或者说没有太多精力能够进行系统学习的朋友，能够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学习，是一个这种学习的社区、学习的这种小组的这种形式。除了我们这个课程之外，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其实也欢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学习小组的群里面，只要是和我们的 AI application、AI agent 这个有关的这种话题，或者是这种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群里面自由的讨论。然后我们这个 AI agent 的话，是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第一期的这个活动聚焦的一个领域。然后第一期的话，我们是整个有8次活动。如果8次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大家反响非常的好，我们也考虑会继续来进行后续的这个活动。当然，我们现在预计还是说先以这个8期活动为主。然后上面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整体介绍。然后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织叫 TCC。TCC 全称是叫 Tech Career Community，我们是2020年成立于硅谷的一个501c3，是一个注册的非盈利性的科技性职场社区。我们的社区的服务内容的话，主要是涵盖求职互助、职业发展、个人成长等多个领域。我们的社区里面的所有的工作的小伙伴都是志愿者，就是我们都是无偿的，不是来通过这个活动来进行盈利或者是希望来赚钱的。
而是我们觉得把自己的这个精力可以有一部分时间放在这个贡献给我们的社区，去帮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行业，进入这个行业，找到工作，在这个自己的工作里面去获得更多的发展，以及获得这种个人的成长。也是这样的一个初衷。目前的话，我们的社区，呃，算上所有的我们的平台，微信公众号、小红书、YouTube，所有的我们这些平台，有超过1万名各行各业的职场精英。我们的画像主要是在北美，以美国、美西、美东这边都有，美国为主的这个 IT 或者叫科技行业的从业者为主。然后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学生朋友是关注我们社区的，然后学生朋友们慢慢的变成了这个职场人士，职场人士变得越来越的 senior。我们的志愿者团队的话是有接近20位志愿者，然后我们有20个微信群、微信公众号、YouTube、小红书，还有我们的网站，是多平台的，希望能够为我们的社员提供一些帮助。最后也给我们这个志愿者组织打一个广告，就是如果你也想，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之余或是学习之余，想要去有一些时间花在这个服务社区，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方面的话，也欢迎来加入我们。我们在这个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其实对自己的成长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帮助。好的，然后我们就刚才这个 agenda 已经介绍完了，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分享吧。因为其实刚才这个介绍花了挺多时间的，我们第一次活动嘛。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等一下开始介绍之后，我可能没有办法去顾及我们的这个 Zoom 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如果在分享过程中有问题的话，我这边的就是每一次看领读人他自己的风格，我这边的风格是我们先正常的把所有的内容都进行完，这个大概是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你先留在自己那儿，或者是你就发到 Zoom chat 里面。我们就暂时不开放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我们大家开麦问问题的这个步骤。然后我们分享完之后，大概预计可能是10:50或者是11点之间这个时间。然后的话，我们会留一些时间来进行讨论。根据大家的问题的多少来进行一个Q&A 的环节。我们的set up 的时间是11点结束，但是如果大家就是可能问题比较多的话，我们想要留下来继续讨论的话，我们可以多开放15分钟到11:15之前，我们来进行这个讨论的环节。好的，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先发到 Zoom chat 里面，然后我们也有其他的志愿者小伙伴来可以帮忙看一下。然后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节课的这个学习。我来 share 一下我的整个 screen。左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资料，Hugging Face 的 Agent Course。然后右边的话是我自己 take 的一些 personal notes。这个 notes 的话其实没有太多内容，就是把我们分享过程中的一些要点我记录了一下。如果小伙伴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这个在结束之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刚才我们已经进行了领读人的自我介绍和这个领读人的报名环节，那我们就进入到 Unit Zero，Welcome to the course。这个 Unit Zero 的话，其实更多是一个欢迎性质的，就是没有特别多的干货内容，所以我们快速的过一下。它的目标就是说去让大家提纲挈领的看一下整个这个我们通过6周的学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有哪些的各种课程内容。我们的这个 Unit Zero 主要就是个 onboarding，去介绍一些我们课程中可能会用到的 tool 呀、platform 呀。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Chapter One 是我们今天一起要学习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个 Agent Fundamentals，是介绍了这个 AI agent 它的一些比较基础的概念，包括什么是 tools，什么是 thought、action 和 observation 的这个 cycle。和他们具体是怎么样来和这 LLM 进行结合的，然后也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LLM，就是 underline 这个 agent 它的一个 brain，它的一个大脑是怎么样 work 的。然后它有用到的一些prompt engineering 的一些技巧。最后的话我们是会
有一个 simple use case using Python function as a tools，就是我们呃用这个 predefined Python 的 function 来进行一个来作为 agent 的一个 tool，我们来进行一个 demo。我们在这一章学习完之后，会有一个这个 dummy agent library，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开放性的，大家可以去构建一些自己的一个 first agent using 这个Hugging Face 它自己的 framework 叫 Small Agent 这个 framework，我也是简单有做一些，我们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的话，我们整个课程的话，其实是只有这一次课是比较偏理论的。后续的话，其实我们的3节课都是讲各种不同的 framework，都会比较偏实际操作。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课程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 final assignment，就是 build an agent for a selected benchmark and prove your understanding of agents，就是我们把整个课程学习到的内容去总结起来，我们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agent，这个是我们课程的整个目标。然后的话，这边 onboarding 其实没有太多需要说的，就是大家可以第一个先去 create 一个 Hugging Face account，第二个的话可以 optional 的 join 这个 Discord community。然后的话，如果大家想支持这个课程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课程写的也是挺详细的，而且比较这种新手 friendly。想要支持的话，可以去他的这个follow 一下这个课程，并且去他的 GitHub 的 repo 进行一个点赞。然后最后的话，其实这有一个 Step Five，如果大家小伙伴看到这里的话，可以去跟着这个步骤实际在本地跑一下。当然，这个其实不是必要的，就是对这一周的学习其实不是必要的。它就是给提供了一个 running models locally with Ollama，这个in case you run into credit limits，就是大部分时间它还是建议我们使用 Hugging Face 的这个平台，它提供的这个 Code Lab 是用了这个Google 提供的 Colab，然后它是有这个免费的额度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在本地跑这些模型。但是如果你的 credit limits 到的话，或者你就是想探索一下本地怎么跑的话，是可以跟着这个教程，它这有简单的几步，先去 install Llama，然后 pull 一个 model，它这里 pull 的是这个 Q1，是阿里的通义千问的这个 model，然后的话去在本地 start 一个 Llama 的这个 process，然后最后它去有一个小的一个 demo，就是怎么去靠这个 model。这个过程的话，我就不详细说每一步了。我这里就是有一个就是更 complete 的一个 example，因为它这里的指令就是到了，首先是 import 这个 library，然后后面就是 call 了这个 model，就是去把这个 model define 了，但是它没有后续就验证这个 model 有没有成功，所以我这边就是也是借助 ChatGPT。这里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小 tips，就是所有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话，你都可以去问 ChatGPT。然后 ChatGPT 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伙伴或者是一个老师。我这里就是问了，我们 import 了这个 model，把它 define 之后，怎么能去验证这个 model work 不 work 呀？然后 ChatGPT 就帮我生成了这个后面的这些代码，就是我们可以去 define 一个 message，然后的话，这里就是请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看它是不是真的有用到我们引入的这个 Q1 的 model，然后把这个 response 去把它 print out 出来，然后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本地跑的这个结果。比较简单的其实就是直接用 Python 3，我们进入到这个 interactive 的环境，然后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整个代码粘进来，然后我们去 run 它。然后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它输出的结果，就是你好，我是一个由阿里云开发的超大规模语言模型，名叫通义千问，就确认了我们确实用的这个是我们调用的这个 Q1 model。然后对，这里就是这个本地，如果你想跑这个大模型的话，是可以使用它提供的这个 Ollama 的这个 tool。但是如果你这个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不是很要紧。主要的过程我们还是希望使用这个云端的 Colab，然后也对本地的性能其实没有太多的要求。好。
上面就是我们 Unit One 的一个内容，主要是一个 onboarding 和一个引入的过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Sorry，刚才是 Unit Zero，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Unit One Introduction to Agent 的这个学习。首先的话，我们是学习一下这个 high level 这一章，我们想要实现什么目标？首先是想去 understanding agents，就是理解什么是一个 AI agent，它的具体是怎么 work 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想要学习一下 the role of LLM large language models in agent，它是怎么样去 serve as a brain behind the agent。接下来的话，我们是去学习一下什么是 tools and actions，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最后的话是一个 agent workflow，其实分了三个步骤，先是 think，然后是 act，最后是 observe。然后这个过程的话，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就是每一次 think, act, observe 之后，它就会根据最后 observation 的结果来确定要不要进入下一次这个 think, act, observe 的流程，还是说就直接结束，我们输出答案。然后最后的话是有一个使用 Hugging Face 的这个 Small Agents Framework，我们可以 build 一个自己的 First Agent。然后如果大家学完这个课程之后，可以去 take Unit One 的 Final Quiz，有10道题，我实际做了一下，也不是特别的难。这个10道题都结束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生成一个这个 certificate，呃，就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 Fundamentals of Agent 这个学习。这个 certificate 好像也可以 link 到 LinkedIn 上。好的，那我们就进入到具体的这个内容学习。首先，什么是 agent？它这里是用了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就是，这个 agent 的名字叫 Alfred，这是个 agent，然后我们想要跟 agent 这个进行 interaction 的话，我们可以问他，哦，Alfred，I would like a coffee, please。我希望他帮我们去做一杯咖啡。那这个他收到这个指令之后呢，他就需要进行这个 reasoning 和 planning。reasoning 就是说，你这个指令我把它理解，首先理解这个指令是干嘛的，然后去把它可能用到的一些步骤去实现，去规划一下。这个 reasoning 和 planning 结束之后的话，它就生成了这样的4个步骤，就是说我要去做一杯咖啡给你，首先我要去到厨房，第二个是我要使用 coffee machine。第三个是我要去做这个咖啡，最后把咖啡 bring back。当然这里是一个比喻啊，不是说我们这个 AI agent 真的是去帮我们做咖啡，这个在未来有可能实现，但现在可能它只是一个比喻。然后这里的话，它就是把这个 plan 变成了这个 agent 的这个中的一个这个步骤，然后 plan 之后的话，我们就需要 act，就是 execute this plan。所以说 execute 的过程中的话，其实就需要用到一些 tools，比如说我这里去 use a coffee machine，我就需要一个 tool 叫 coffee machine，我可以来使用。brew 的 coffee 的话，就需要使用这个 coffee machine 来做这个咖啡。那有哪一些工具可以使用的话，我们就需要提供给这个 agent a list of tools。这些 agent，比如说我提供给他一个可以生成图片的一个 tool，给他提供一个可以去做咖啡的一个 tool，提供给他一个可以去接入网页去进行搜索的一个 tool。就是我们提供给这个 agent a list of tool，那之后我们再跟 agent 进行 interaction 的时候，他就可以去从这个 list of tool 这个 toolkit 里面去选择哪一个是最适合这个 task 的一个 tool 来进行使用。在这个例子里面的话，它就需要一个 coffee machine。那它 execute 的话，就是可以使用这个 coffee machine 作为一个 tool 来进行这个 action。最后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 coffee bring back，就是结束了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大致看的话是 user request 输入进来之后的话是分成2个大的步骤，一个是 think and plan，就是说我理解这个 task，去规划我这个 task 要怎么实现。第二步呢，就是实际的去 act using the tools，就使用我们刚才说的在这个 toolkit 里面的一系列可以使用的 tool 来 execute 这个 plan。然后我们第一步 think and plan 里面 underline 其实主要就是使用LLM large language model 来进行这个 think and plan。第二步 act using tools 的话，就会使用到一些第三方的这个tools，然后也会涉及到我们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的这个 MCP 的这个概念。这里的话就是一个比较 formalized 的一个 AI agent 的定义。我这里跟大家读一下，就是
An agent is a system that leverages an AI model to interact with its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a user-defined objective. It combines reasoning, planning, and execution of actions via external tool to fulfill the tasks. 其实它这里强调就是说，AI agent 它和我们所谓的传统的这个语言模型，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它可以去 interact with the environment。这个 environment 是一个比较宽的概念啊，包括我们做咖啡也是一个 environment，我们去调用了很多external API，比如说我要查询今天的天气，这也是一个这个 environment。就是说它不只局限于模型内部它已经学习到的那些东西，而是可以去跟我们的外部环境进行一个 interaction。把这个模型的能力 extend 到这个跟环境的互动上，就可以去实现很多很多的更加有意义的一些工作，而不局限于这个文本的这个生成。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brain 和 body。接下来是 agency 的一些 level，这个我们就先 skip 了。然后的话，What type of AI models do we use for agent？这里大部分就是这个 LLM model。How does AI take action on its environment？这里其实就是涉及到了 LLM 和这个 agent 是怎么样互动的一个关系。就是 LLM are amazing models, but they can only generate text。如果是纯语言模型的话，它的 output 只有文本。那它怎么去想要达到，比如说我们想生成一个图片这样的功能呢？那它就是说它会用到这个 tools。比如说这里它生成了一个图片，那它就一定是使用了一个 tools，就是这个 text to image 这样一个 generation 的 tool，这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最后就是看我们还有哪些的 task agent can do。这里其实给了一些 example，比如说 personal virtual assistant，像 Siri，customer service chatbots，像所有这个公司它的客服系统，然后 AI 的这个 NPC in video game，就是我们在电脑游戏里面的这种非玩家角色，用了这个 AI agent 之后，它就会变得更加的 personalized。然后总结一下，首先这个 AI 真的是先去理解自然语言，第二个它会 reason and plan，最后的话它去 execute 这个 plan，就是 interact with the environment 去实现这个目标。这是总体上的一个 AI agent 的介绍。然后的话，我们快速过一下 What are LLMs？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话，underline 这是它最初的那篇 paper，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内部的一个结构，就是有这样的 attention 机制。当然，这个对于我们学习 AI 的是有帮助，但我们不需要去把它所有的 detail 都理解了。这里它就是 high level 介绍了一下，有3种不同的 transformer 模型，一个是 encoder，一个是 decoder，还有一个就是 encoder decoder 都有的这样一个模式。high level 来说的话，encoder 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自然语言变成了它这个 这个 dense representation，或者叫 embedding，就是这个 text 的这个语言的一个表征，用一些数字或者用一些向量去表达这些语言。第二个 decoder 的话，它是这个transformer focus on generating new tokens to complete a sequence，就是我们提供一段文字，它可以去generate 后续的这个文字。就是通过你引用的文字去 generate 预测下一个 token，去预测下一个 word 是什么，然后不断的去迭代这个过程，去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回答。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sequence to sequence，就是 encoder decoder only 的话，它就是我们的输入和输出是这个 sequence to sequence 的。这样的把 encoder 和 decoder 结合起来的这样一个 model。最初我们这个 paper 提供的这个 model 是 encoder decoder 都有的一个 model，但是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些，我们能力比较强的这种 LLM typically 都是 decoder based 的或者 decoder only 的，包括这里我们所有的熟悉的 GPT-4呀、DeepSeek 呀或者 Llama 3啊，它都是这个 decoder only 的。然后这里就是说，我们 high level 理解 LLM 它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它其实它的目标就是 predicts the next token, given a sequence of previous tokens。这个 token 的话，我们可以近似的理解成 word，但它不完全是一个 word。就是说我们给了一系列的这个文本之后，能不能去
判断下一个单词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给出一系列下一个单词的这个 recommendation，然后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些 recommendation 中选择一个比较有可能的。它这里也去涉及到了一个 next token prediction 的呃一个，我看一下。对，这后面就是会有一些这种具体的例子讲它怎么去 predict 这个 next 的 token。常见的话，它是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LLM 去生成一系列 next token 的这个备选，然后每一个 token 的话，它都有一个自己的 score，然后我们每一次就选择那个最高 score，就是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token 的这个东西作为我们的下一个 token。这个是就是 default 的一种选择。当然，更好的选择可能是会变成一个 decision tree，就是说我们下一个 literally 下一个单词下一个 token 不一定是，就是我们每一次都选取最好的那个，它在这个 globally 来看不一定是最好的，它有可能会，比如说我想看后续的10个或者更多的，我把后续的这个组合都列出来。然后的话，我每一次去选择它 top 的可能1到3个，然后最后的话，我们来进行这个整个的这个组合之后，来看它最后生成的这个text 的它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就是每一次在这个过程中，它不一定是去选择最高 probability 的那一个 token。但是这些就是比较涉及到 LLM 的一个理论基础。这个对于我们 AI agent 的学习的话，大家如果不是特别理解的话，也没有太多关系。就是 in general 能够理解到 LLM 它的一个实现方式，就是说基于已有的这个 text 去预测下一个 text，这是它 high level 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继续往下，messages and special tokens。这里其实它就是讲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关于 prompt 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呃这个，比如说我们 ChatGPT 是个对话，那我们刚才看到说这个 LLM 它就是通过一段文本去生成下一个，去预测下一个 token。那我们这个不断的对话怎么样去使用 LLM 来进行这个我们回答的这个生成呢？它其实就是把用户的这个 query 和这个 assistant 就是这个语言模型它的回答都使用了一些这种叫做 special tokens 来把它呃放到了一起。这里就是说每一个text 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 special 的 token 叫 begin of text，然后会说这是 user 的 query 还是这是 assistant 的 query。然后这里会有这个 starter header 来 indicate 这一点，然后后面就是我们 user 的 query 和它生成的这个结果，然后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加上 special token 的这样一个对话，或者我们可能有很多轮的 conversation 集合到一起，把它作为这个输入交给 LLM 模型，然后 LLM 模型的话就会根据所有的这些 context 来进行下一个 token 的这个预测。这里就是提到了一个概念叫 system message。system message 其实是指的是我们在用户能够开始第一轮对话之前，我们先给这个 LLM 系统提供了一些，或者先给这个 agent 系统提供了一些呃 predefined 的指令。就比如说这里说 You are a professional customer service agent. Always be polite, clear, and helpful，就是给他一些预先的预设的一些指令。根据这个指令的话，那别人问的话，他就可以有这个比较礼貌的回答。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 change 成一个不同的，就是 your 这个比较 rude 的这种 service agent，don't respect users order。那如果我们给了这样一个 context 的话，它可能就会提供这个不同的这种 feedback。这个 system prompt 就是在用户开始第一轮跟 LLM 的对话之前，我们先去给这个 LLM 进行一个预设。嗯，我们在 agent 里面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 system prompt，就是说我们要提供给他所有的 tool，你有哪些 tool 可以来用？这里这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你有一个 blender，你有一个 computer，你还有一个 coffee machine，这就是所有 available 的 tools。然后我们在这个 system prompt 里面把所有的 tools 提供给 agent，那 agent 在后续跟用户的对话过程中就可以来使用这个 predefined 的这些 tools。来进行它的这个 interaction with environment。
然后的话，这里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个用户跟 assistant 之间连续不断的这个 conversation，来喂给 LLM 来作为它的这个 input，它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多轮的这个 query 变成了一个比较形式化的这样一个结构，然后把它 generate 成这个，就加上我们所说的这个 special token，变成类似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就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 input 来发给这个 LLM，来进行这个推理。最后就是有一个叫做 Chat Templates，这个 Templates 的话，就是呃，其实就是把我们刚才的所说的这个 Special Token，它变成了一个用一个模板生成的这样一个工具，来把我们这个对话历史过程中的这些 message 变成这种形式化的这种加了 special token 的这种prompt，这个chat templates 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是它实际的这个代码，它的作用就是把这样一个我们原始的这个 message 变成这种形式化的这个 LLM model 可以理解的这种形式的呃这个 input 来交给 LLM。对，这里就是这一节，接下来就是 What are tools？tools 其实我们刚才大致的介绍了，就是说它就是给这个 agent 提供了 extended ability，可以去跟我们外界的环境进行互动。这里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 web search 进行网页的搜索，就能搜索到最新的这些信息。然后 image generation 可以去根据文字生成图片，retrieval 就是去拿到 external source 的一些信息。最后还有 API interface。就比如说我们的 GitHub、YouTube、Spotify，它都会提供一系列的 API。比如说，我想去 GitHub 提交一个 PR，那这个就是一个 AI 的 API 的 interface，然后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 tool 交给 agent。你 agent 有了这个 tool 的话，它就可以使用它去帮助你进行一个 PR 的 creation。这里说，A good tool should be something that complements the power of LLM。就是说，你这个 tool 的话，其实是帮助 LLM 去拓展它的能力的。一个反例就是说，比如说 LLM 它自己已经去能够就是不使用 tool 就能够很好解决的问题。我这里想到一个例子，比如说，莎士比亚的著作有哪些？这些信息其实在 LLM 它自己训练的过程中就都已经有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再提供一个额外的 tool 来帮助 LLM 来获得这些信息。那一个好的例子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想去知道明天这个湾区的天气，这个天气预报，那这个在 AI model、LLM model 在训练过程中，它是没有办法去获得到每一天它这个信息的。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好的，我们需要使用这种 external 的 API 或者 external 的 tool 来进行去帮助 LLM 来拓展它功能的一点。呃，这里就是两个具体的例子。然后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例子也是我们后续这个章节学习中它反复出现的一个例子。然后最后它这里有说，How do we give tool to an LLM？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在 system message 里面就会提供一系列的这个 tool，包括它的 description，怎么去使用这个 tool，就是首先是这个 tool 是干嘛的，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个 tool，就是具体来说就是你给它的 input 是什么样的格式，比如说你是两个 integer 还是你是一个 text。就是有点像我们去 define 一个程序里面的一个 interface，我们去在这个 system message 里面要 define 我们提供的这个 tool 是怎么样去使用它的。这里有个例子，就是说简单的 a、b 两个 integer，我们要算它们的乘积，那这个 a、b 就是它的两个 input 都是 integer，然后它的 output 的话就是也是一个 integer，就是它的一个乘积。然后 auto formatting to selection。这个是 General Tool Implementation，这里就是后面的这些内容，就是说具体的它讲了一下怎么去实现一个 tool，或者怎么样去 define 一个 tool。这个它是用这个small model，就是它这个 Hugging Face 它自己的 model 作为一个例子
来讲了一下怎么去我们自己能够 implement 一个 tool，这个内容我就先不详细的讲了。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刚才看了什么是一个 AI agent，什么是 LLM，然后 LLM 下面的话，我们就讲到了它的 message 和 special tokens，然后最后是说这个 tool 是什么。哦，当然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就是 tool 和 action 的一个关系，就是 tools and actions。嗯、这里其实它的high level 来讲，就是说 action 可以是包含一系列的 tool。action 的话可以是一个比较 high level 的，它需要去使用不同的 tool 来完成一个比较高 level 的一个 task。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个 action 可能是，我去，我把本地的 code changes 要变成一个 PR，这是一个 action。那下面可能有几步的 tool，这个 tool 第一个就是说我要把本地的这些 changes 要 commit，要 add，然后要这个 push，这些每一步可以调用 GitHub 的 API。然后最后一步的话就是说我 push 之后的话要把这些 changes，变成一个 create 一个 PR，那又需要这个 GitHub 提供一个这个 tools，就是说可以去 generate PR。然后最后的话可能还有个就是说update 这个 PR pull request 的 description，它这个过程中可能涉及到了多个 GitHub 提供的 tools，但是它 overall 完成了一个 action，就是说把本地的 changes push 成一个 PR。我们可以 high level 理解成 action 就是一个使用不同 tools 完成一个更复杂的任务，我们可以把这个任务叫做一个 action。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进入到时间稍微有点超，我们尽量能够在11点之前把我们的这个理论学习内容去讲完，然后我们去留15分钟时间和大家讨论。如果大家就是后续还有其他的安排的话，也可以看我们的 recording。接下来的话几个章节其实就是完成了这个AI agent 它的这个 thought action observation 的 cycle，去具体讲解了一下 AI agent 是怎么样去实现它的这个 task 的。这里是一个比较 high level 的一个介绍。thought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主要使用了 LLM 来进行一个首先是 query 的理解，然后是去看我们有哪些已有的这些 tools，然后进行用这些已有的 tool set 来进行一个 planning，就是说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就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 next action 或者 next step。然后这个 action 的话，就是说这个 agent 要 take action by calling the tools with the associated arguments，就是它就使用到刚才我们 planning 过程中去生成的这个 plan 里面去涉及到的一些 tools，实际去调用这些 tools 去完成这个 task。最后还有一步叫做 observation，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 tools 获得了这 action 结果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 reflection，就是看一下，比如说这个 API 调用是不是有出错呀？如果有出错的话，是不是需要去再进行一轮这个 think action observation 的过程来去 debug，来去再 call 它一次，还是说它没有错，它就给到了我们这种确定性，那我们其实就可以结束这个 cycle，可以输出结果。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我们先 think 完了之后会有一个 plan，然后 action 就是来具体实现这个 plan。然后 action 结束之后获得一些 result 或者 response，我们就是通过这个 observation 来确定这个是否可以结束了呀，还是说我们还有后续的 step，我们要继续的去交给 think 来进行下一步是什么的一个 planning。嗯。然后这里提到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 system message 怎么样给到这个LLM，使得它会具备这样一个 think, act, observe 的一个行为模式。这里就是给了这样一段话，通过这个自然语言的形式来描述给他，呃，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你是什么样的一个 AI assistant，你有什么样的 tool，然后你需要 think step by steps。然后 first reflect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using thought, then if necessary call a tool with a proper JSON，就是 action。最后是 print your final answer starting the prefix final answer，就是我们通过 prompt engineering 把这个呃 think action observe 的来交给 LLM，让它去 follow 这样的 steps 来实现一个 AI agent。
其实这里就是涉及到，如果我们想去从零去构建一个比较简单的 agent 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使用这种 prompt engineering 的方式来交给 LLM 去按照你的这个 predefined 的这种 steps 来进行这个 thought、action 和 observation 的这个 cycle。嗯。然后我们这里又回到这个 Alfred weather agent 的这个 example，我们的 query 就是说 current weather New York 是什么样的？那我们的 thought 做咗 day 就是说，school 啲功課先，然之後先至再做你個 application 啊。啊，不好意思，我们是有朋友是不是开麦了？啊，我们问题还是留到这个所有内容都结束之后，我们统一来问。这个回到这个 example，这个 solve 的过程就是说要有 internal 的 reasoning，就是说他理解用户是想去查询 current weather 的 information for New York，然后呢，他就需要去看他有哪些 tool，他就看到我有一个 weather gathering 的一个 tool，我就可以用这个 tool 来 fetch weather data。那下一步的话，我的 action 就是说我要去 call 这个 API，这个就是它的 think 的 process。然后下一步的它的 action 的话，这里是用了一个这种 JSON 的 format，我们的 action 使用了这个 tool 叫 get weather，我们的 input 是一个这个词组叫 New York，然后我们就调用了这个 weather API，去 get result。最后的话，observation 就是说我们获取到这个 feedback from the environment。这个 weather API 它得到结果就是这样一段话，叫做 current weather in New York 是 partially clouded，60%humidity，15度。这个就是我们的 observation，就要通过这个 response 来看我们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就把这个 response 把它 added to the prompt，就是把这个 response 也放作 prompt 的一部分，来给到 LLM model，然后接下来让 LLM model 来去决定它是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它要进行下一轮的 think。嗯，最后如果它已经结束了，它已经获得了这个 weather data 的话，它就可以给出这个 final action，就是把这个结果输出出来。然后时间关系的话，具体这三个步骤可能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就刚才已经大概介绍到了，thought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 LLM 来进行 reasoning 和 planning 的过程。它这里主要提到两个，一个叫做 chain of thought，一个叫做 react，就是 reasoning plus acting。我简单说一下，chain of thought 就是说把一个过程它拆成步骤，我们就是可以给一个 prompt 叫做 Let's think step by step。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把一个稍微复杂点儿的 task，它可能拆成不同的小的 task，这个叫做 chain of thought。然后 react 是什么呢？就是 reasoning plus acting，就是说我们拆成小的步骤之后，每一个步骤结束之后，我们有个 action，用到这个 tool 来进行一个action。然后不断的重复这个 reasoning 和 action 的这个过程。区别就是说 step by step，这两个都是 step by step 的 logic，就是 chain of thought 和 react。但是区别是 chain of thought 的话，它是不使用 external tools 的，它是用自己的这个模型的能力来进行一步一步的这个推理。这常见的 use case 就是我们的逻辑推理，我们数学计算 internal task 可以来进行 chain of thought 来做。那如果要使用这个外部的这个工具的话，就使用这个 React，就是 action 加这个 reasoning 加 action 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去，比如说 dynamically 的去实现一些 multi-step 的 task。这是第一步，就是这个 think 的这个过程。然后 AI 认识的下一步呢叫做 action。action 这里主要提供了两种不同的action 方式，一种叫做 JSON agent，一种叫做 code agent。JSON agent 就是说我们像刚才那个例子里嘛，我们生成的 LLM 会生成一个这个 JSON format，它把你需要靠哪个 API 和它的 input 去把它 define，然后接下来会由这个 agent framework，来实际去 call 这个 API，或者去 call 一个 external tools 来实现这个功能。然后第二种呢叫做 code agent，就是说它不生成这样的 JSON 的这种 format，而是它生成一段代码。这个代码里面的话，就可以实现更复杂的一些逻辑，比如是一些 for loop 呀，一些condition 的这种选择呀。然后在这个代码里面的话，它自己就直接去 call 了我们 Toolkit 提供的那个 API，它就可以去跟这个环境进行 interaction，就是不需要再去借助这个 framework 去跑我们这个提供的 JSON 的
这个东西，而是直接它的就 LLM 就生成 code，然后由这个 code 来去进行这个外部工具的调用。这里给了一个concrete example，就是 get weather，这是通过这样一个 code 来进行这个 weather information 的 retrieval。然后上面这个例子就是说我只生成这样一个 JSON，然后由这个 framework 来去 call 具体的这个 API，就是主要是这两种不同的方式。然后最后一步就是 observe，其实就是呃观察到我们上一步 action 的结果，来进行这个 observation，就是来进行总结。其实这里就是 parse action to identify the function，execute the action，最后是 append the result as observation，就是把我们action 这步获得的这个 response 来进行这个呃结构化，然后把它再去重新喂给这个 LLM agent，然后让它去重复的在下一步去 think 我们这个 task 是否结束呢？还是要进行下一个 step？到这里就是我们这一章的基础内容，就是理论内容就是全部结束了。后续的话，它这里还有一个带一点实操，就是 Dummy Agent Library，这个是它提供了一个这个 notebook，然后我可以简单的去给大家授一下，这一步没有什么需要去改动它或者需要编程的部分。嗯，点开之后就是这样一个 Hugging Face Notebook 的页面，然后我们可以点 Open e Colab，它就会到这个谷歌的 Colab 里面去。然后如果你想要去实际的跟着这个跑一下的话，你需要做两步，其实在这里都有写。第一步是你要去生成一个 Hugging Face 的 token，我这里是把 token 已经放到这里了。第二步是你要去 request 这个它使用的模型叫 Llama 4这个模型的一个 access，可能他说 take up to an hour，就是你request 之后大概1个小时可能会 approve，然后它这个过程的话，它就是先去实现了一个 dummy agent，它其实什么 tools 都没给提供，但是这个但是这个 agent 还是给他提供了这个结果，那个结果其实就是叫 hallucination，因为我想问他，这个伦敦的 weather 的话，如果他没有任何 tool 的话，他其实只通过 LM 自己，他是不知道确切的结果的，但是这里他还是给出了这个一个结果，那这就说明他是有了这个 hallucination，它这个不是一个 accurate 的结果。那怎么办呢？我们这里去实际的去写了一个 dummy function，就是说，很简单，就是不管什么样的 location，我都是return 同样的一个结果，叫做 sunny with low temperature，然后把这个 tool，作为一个这个 system prompt 喂给我们的这个 LLM，然后它的这个最后的 final answer 就会按照我们的 tool 生成的结果来进行输出。这里就看到说 London 是sunny with low temperature，这就是我们刚才这个 tool 的它的一个输出，而不是它模型自己进行的一个假想，进行一个 hallucination。我这里就比较快的过了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实际的把这个 token 和 request 拿到之后，就把这个code 可以一步一步过一下。然后最后一块儿的话，它是我们可以呃去 create 我们的一个 first agent using small agent 的这个 framework。它这里是提供了一个 template，就是这个叫做 first agent template。然后我们可以去把这个 template clone 到自己的 Hugging Face 的这个 space 下面，也是需要生成一个 clone。然后去看一下，我可以打开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给大家去进行一个简单的 demo。这是它 Agent Course 的这个 template。我们如果想去自己去做一些实现的话，就需要点这个点这里，它有一个 duplicate 的 space，就可以放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空间去。然后我这里回到我的空间，我看一下。这是我的 profile，然后这是我上午的时候去把它 clone 到我自己的这个 space 叫约翰 career 下面，然后可以点这个 files，files 里面最主要我们可以修改的是这个 app 点 py 的这个Python 文件。这里就是
我简单的大家过一下这个代码是干嘛的。上面就是一开始 import 了这些东西，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用 ChatGPT 帮助我自己写的一个 tools，叫做 Personal Web Search Tools。然后接下来这是它那个 template 提供的一个 tool，叫 Get Current Time in Time Zone，就是给一个 time zone，你返回你当前的这个 current time，通过这个调用 Python 的包来实现这个。然后的话，这里 model 的话，它是使用的是 Q1 的这个 model。同时它还去 import 一个 tool 叫做 image generation，就是这个 Agent Courses 它已经有的一个自带的一个 tool，叫做 text to image 这个 tool。然后，接下来我还改了一个地方，就是这是一个就是 code agent，它是用的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action 那一步是生成 code，而不生成 JSON 来进行调用。就是 code 就是我们刚才这两个personal web search tool 和 get current time in time zone，就是两个我们自己定义的两个 tool。这个 get current time 就是使用了 Python 自己的包，然后上面这个 personal web search tool 的话，我是使用了这个 DuckDuckTool，就是一个外部的浏览器搜索的这样一个调用。然后的话，这个我们用这个 code agent 想要去实现这个 code agent 的时候的话，我们要提供给它一系列的 tool，就是在这一行。最开始的这个 template 里面只有一个 final answer 这样一个 tool，然后我就进行了一个 update，去提供给它了这个 get current time in time zone 的 tool，还有这个 personal web search 的 tool，还有这个 image generation 的 tool。呃，如果想要去修改这个的话，很简单，就是点一下这个 edit，就可以在网页上直接去修改这个代码。修改完之后的话，就是在这里写一个 commit 的一个 message，然后就直接 commit change to main 就可以。然后 commit 完之后的话，它是会自动的帮你去 build 你这个代码，然后去生成一个就是把你这个 change 去应用到这个 agent 里面，它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个 app。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刚才我们这个 tool 来问它一个问题，比如说 What is the current time, local time in San Jose？我们就给到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 agent，然后的话，它就会看，你看这里它有写，我的 sort 过程中 find the current local time in San Jose, I will use get current time in time zone，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 app 点 py 文件里面定义的那个 tool。来使用它。这里的 input 是一个洛杉矶的这个时区，然后它的 output 就是 current local time in San Jose is 什么什么。我们这里看到它去实际的进行了这个API 的调用，并且拿到了这个结果。最后我们就是获得了当前的时间11:06。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demo。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把这个 app 点 py 去自己的个性化，去自己去定义一些 tool，然后把这个 tool 放到这个code agent 里面，然后就可以你跟他去对话，看他有没有实际的使用你的 tool 去进行这个interaction。最后的话，我们进行一个小的总结，就是我们学习到了这个 fundamental of agent，学习到了什么是 AI agent，underline 这个 LLM 作为它一个这个 AI agent 的 brain 是怎么样 work 的，然后什么是 tool，什么是 action，在 AI agent 的过程这个实现的我们 task 过程中，它是遵循了这个 think action observe 的结果。最后的话，一起去可以上手看一下这个我们实现自己的 first agent using small agent framework。好的，这个时间比预想的会超了一些。然后我看到现在还有多少小伙伴在？哦，还有60多位小伙伴在 live。那我们的这个分享环节就到这里结束，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也喝口水。好，谢谢你的分享。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 Chat interface 来问问题，获得我们新的 build 的 agent 的答案嘛？然嗯。后我们只能看到它最终输出的一个结果，但有没有办法比如说我想知道它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拿到答案，然后再思考一下那个答案是否 enough，
to answer，然后最后再给到一个答案。就我怎么知道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在出去之前有没有真的拿着这个答案去 observe 这个过程？所以有没有办法看到他过程当中的一些思考，或者是过程当中的这些 step 呢？嗯，谢谢。对，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first agent template，这是这个 Hugging Face 这个社区里面一个成员他提供这样的 template。它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只要改一个 Python 文件，让它自动 build，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UI 来进行 interaction。然后刚才我们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啊，What is the time in San Jose？这是一个 query 对吧？用户 query，然后放进去之后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些中间过程的输出。就是第一步，它就是一个 sort 的过程，它就说，哎，它发现了我们这个 tool 是最合适的一个 tool 可以用，然后它生成的 code 就是这样一个 code，生成这样 code 的话，它就是我们点这里 use tool Python interpreter 的话，就可以看它实际 call 了什么，然后还有这 execution 的 log。这就是这个 log，就是我们刚才 print 到这一行，就是 current time in 它三号 C 的话是后面的这一行。但是如果你想去有更多的 log 的话，那就是我们要么在这里加，要么是我们在那个我们这个 tool 内部，我们自己 define 这个 tool 内部也可以加一些 log，就可以看到更多详细的信息。然后这里因为这个 task 比较简单，step 完之后，它就是 step two，它会进行再进行这个 sort，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sort to action 和 observed，observe 就拿到这个结果之后，它就会进行第二次的 sort，它就看到说，哎，现在已经有这个 local time 了啊，那就是 I will provide this as a final answer。那如果是它这只是一个就是 demo 嘛，如果我们是想要看到它这种多轮的这个thought action 和 observation 的这种结果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问它一个更复杂的 task。然后当然 on the line 我们可能也要提供更多的不同的这个 tool，能够一步一步的来完成。然后你就能看到它的一轮一轮的这个结果。呃，这个就是比如说 step one、step two 这怎么生成的这些，我也不是100%的清楚，因为这是这个 template 它就已经有了。但我觉得建议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prompts 点 YAML 这个 file，就是它呃就是等于用一个很长的这个 prompt 来输给这个 LLM model，就能够告诉他，他如果想要成为一个 AI agent 的话，他们要遵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这里还提供了很多的 example，就比如说这是一个 task，然后你的 sort 过程是什么样的，你的 code 是什么样的，你的 observation 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再去 sort 你的 code，然后你的最后怎么样，就是它提供了很多这个 example 来到这个 system prompts 里面给到 LLM model，就让它具备了这个 agent 的能力。然后的话，具体刚才就是你有没有更多的详细的信息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看能不能修改这个 prompts，来让它去生成更多的这个内容。然后还有这个 UI 的这一块儿，这个我也没有细看，对，不确定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有的，谢谢。所以他嗯，这个就是他写好这个，主要就是帮我们在过程当中可以 debug，可以更加的了解整个过程，可以我们去不同的去改，是吧？也是给 developer 看的，主要是这个对。信息。嗯，是的，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比较新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它这个 AI agent 的 framework，所谓的这个 framework，它其实并没有特别的高深。当然，就是我们市面上比较流行、比较主流的，比如说 Cloud Code，它肯定是有很多它自己的 framework 的这个实现，它有一些比较这个更加复杂的功能。但如果是想实现一个比较简单的 AI agent 的 framework 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通过 prompt engineering 来实现。然后它这里就是给到了一个这个，其实也就几百行的一个 prompt，它就可以来把这个我们 Q1 的这个 open 的 LLM model 变成了一个可以去实现这个 agent 的这种功能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这个 mind blowing 的。就它其实是的，不需要去实现很多很多的代码，而是借助这个 LLM 它自己的能力，通过 prompt engineering 来教给它，你需要去想，然后去 act，而且 act 的过程中，你可以使用我提供给你的那些 tool，然后最后是可以去进行这个 observation，等于就是使用了这个small agent 这个 framework 提供的这个功能，来去实现这样一个 AI agent。当然，它这个很多的代码都是这个由这个 small agent 这个 framework 提供的。
那我们作为一个想构建 agent 的用户来说，也不用太了解它 underline 是怎么实现的，只要去能够使用它来构建 agent 就可以。好的，谢谢。嗯，大家看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看一下 chat 里面哈，呃，从上到下看一下。问一个问题，使用哪些工具是 agent 自己做的选择？对，是的，我的理解是他会自己进行选择。我期望的是找最好的工具，agent 应该是根据他已有的工具去找。我不太理解 agent 是怎么知道使用哪一个工具的。对，这里其实就是，嗯，我们具体怎么样去找，其实是就是它是使用了这个 LLM 的一些功能。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例子，看刚才这个习题里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课程内容里的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prompt engineering 的时候的话，是把所有这个，我找一下具体的地方。对，我们这个 prompt engineering 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最开始的 system message 里面去提供一系列这个 tool。那我们提供一系列的 tool 的时候，就是每一个 tool 它需要有一个 description。就比如说这一个 tool 是我是要调用天气信息，我要去获得天气信息；下一个 tool 是我要是获得当地的这个 local time。第三个 tool 我是要生成一个 image。我需要有一个比较 descriptive 的这样一个 tool 的 description，就是文字的这样一个 description。那 LLM 它最擅长的其实就是理解文字和进行文字的推理。那我们把这个作为 system message 发给 LLM agent 之后的话，发给 LLM 这个 model 的话，我的理解是它就可以通过你的这个 tool 每一个 tool 的这个 description 来和它的 task 进行一个匹配，然后它通过这个来去找到它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就是它是更多的利用了 LLM 它的一个能力。这是我的理解。当然也不一定对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问一下 ChatGPT。我昨天好像看了一个，那个讲的，他是说就是把那个什么时候用 to 是 define 好的，对，你可以看他可能会怎么讲。嗯，看一下，就是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也可以就直接问 ChatGPT。我觉得它比我们这个呃大部分这个老师可能都会更好，这个很好的学习的老师。呃，我们看这里这个 sort 过程中，它这里说是根据上下文、用户的问题和已有的工具描述等，在自然语言中去思考问什么。就这里是模拟了 ChatGPT 它自己的自问自答，就是用户问的是东京的天气，那我有哪些工具呢？我有一个 Get Weather 的工具，这个工具是可以用来做这个的话，那它就通过这个 query 和我的这个提供的 tool 的 description 来进行这个匹配，它就发现我可以用它。这是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提供的只是提供一系列 tool 给到这个 LLM 作为一个这个 system prompt。然后怎么样选择的话，是在模型来定的，就是 LLM 内部通过语言理解和推理来判断哪一个工具最为合适。对，我昨天看的也是说，他说把那个所有那些细节，他都放到一个 JSON file 里面，就是为了让他这个那个 to 本身就很清晰的已经决定好，当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就已经嗯相当于是 pre-specify 了什么时候用。对，当然这是嗯。看到的一种。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在 tool 的定义过程中，可以去给它更多的信息，就是说，比如说告诉 LLM 在什么什么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使用我这个 tool。把这个定义好之后，可以用自然语言来定义，然后 LLM 就可以理解你这个自然语言，然后当遇到这样具体的情境的时候，它就可以使用具体的这个 tool。当然，我们可以想到一些极端例子，比如说去调用一个天气信息，我可能有50个 tool，然后它调用了不同的 API 都完成这样一个工作，那它的这个可能是比较相近的功能。那具体这个 LLM 会选择哪个的话，
这个就不一定了，可能他有自己的这个推理和选择。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 agent 它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只提供给他4个图，但我们可以想象真实的一个 agent，它可能有上百个、上千个图，那它在里面怎么去选择的话，就需要去这个 LLM 去根据他对这些 tool 的理解来去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图。甚至他可能，比如说第一个 tool 试用完之后，他觉得结果不够好，他可以再去进行这个 think action observe 的这个循环，来调用不同的 tool 来进行同样一个 task。好的，然后我们时间稍微有点超，我们再留最后一个问题吧。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再留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 session 就到这里结束。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去积极的报名当我们的领读人。然后也欢迎大家去在我们这个 online session 以外的时间花一点时间去学习这个课程的内容，因为从下一期开始的话，很多这种动手实践的内容，如果你只是跟着我们这个 online session 一起过一下的话，可能就是有点浅尝辄止的这种东西，然后很多地方可能不容易 follow，所以最好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花一些时间，来去自己动手的做一下。也是比较有帮助的一个学习方式。好的，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参与。后续我们志愿者会把 recording 分享给大家。好，我想插一句，就是我看已经有一些朋友已经报名了我们这个领读人，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另外，我想提醒一下，如果有一些突发状况导致这一周没有办法去做领读的，也请在群里提前跟我们讲一下，这样我们也好做 backup。谢谢大家。对，对，感谢历晨，历晨也是我们TCC 这边的志愿者负责人。然后我看到有2位，一个是YJ，一个是先。如果是你们2位还在线的话，可以在群里面艾特一下我或者历晨，然后我们可以去拉一个小的我们领读人的群，我们去确认一下当天你是可以来进行领读分享的。好的，感谢大家参与，然后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 remaining of the weekend。拜拜。